刘封原本是罗侯寇氏的儿子，也是长沙刘姓人家的外甥。也就是说，刘封的生父姓寇，封爵为罗侯，而罗侯是东汉列侯爵位，说明寇氏在当时有一定的地位，并非平民。但陈寿没有详说罗侯是谁，可能爵位已不再显赫，或者史料缺失。而刘封的母亲是长沙刘姓人家的女儿，刘姓在东汉是国姓，但长沙刘氏未必是宗室，可能是地方望族。陈寿特意点出刘氏之身，也许是想说明刘备收养他与刘这个姓氏有一定的关系。在汉代，同一姓氏的收养在宗法上更容易被接受。回过头来看刘备这边，公元200年，刘备在小沛面对曹操突然率军打来，刘惊慌失措，抛下众人便跑，这是刘备一生中最狼狈的逃亡之一。不仅丢失了刚刚到手的徐州，而且自己的妻儿家眷，包括正史糜夫人和子嗣，几乎全都被曹操俘获。不过和前2次被吕布俘虏不同，这次这批家眷再也没有回到刘备身边，他们可能被曹操扣押，或死于乱军之中，他们的下落和结局史书再无记载。这直接导致次年刘备辗转至荆州时，身边没有一个在世的亲生儿子，仅仅只有小妾姜氏和2个小女儿跟随在侧。此时的刘备面临着一个极其窘迫的处境，他自身年龄渐长，已经40多岁，却因战乱膝下无子，无人接班，也无正妻，身边只有姜氏，但尚未生子。在这种无妻无子无继嗣的情况下，为了政治稳定，刘备收养了刘封作为义子。直到建安12年，西元207年，姜氏才为刘备生下阿斗，刘备这才又有了新的亲生儿子。但此时的刘备仍然没有正室，姜夫人始终没有被立为正妻，直到死后才被追谥。到了公元210年，孙权嫁自己的妹妹给刘备，刘备才算真正续上了弦。公元211年，益州牧刘璋在张松的鼓动下，邀请刘备进入益州，帮助讨伐汉中张鲁。于是刘备欣然接受邀请，留下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自己亲率数万兵马进入益州。然而在次年212年，刘备与刘璋关系决裂，于是刘备调转兵马南下，反攻刘璋，一路所向披靡。兵锋抵达绵竹时，下令让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人率军沿长江逆流而上，沿途平定了白帝、江州、江阳等地，只留关羽在荆州镇守。此时的刘封已经20多岁，身怀武艺，体格健壮，气力过人，俨然一副猛将之姿。他也率部跟随在西晋的队伍中，配合各军攻城拔寨，表现勇猛。这也是刘封军旅生涯中第一个高光时刻。公元214年，刘备黄忠主力军和诸葛亮、张飞、赵云、刘封等部会师于成都城下，对刘璋形成合围之势。而马超的最终加入，成为压垮刘璋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至此，刘璋再无战役，围城仅数十天便开门投降，成都攻克，标志着益州就此易主。刘备凭此一战，基本实现了快有惊异的战略蓝图，而刘封也在这场关键的战役中贡献良多，以战功获封，副军中郎将。在刘封的生涯里，有一个人与他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这个人就是孟达。早在建安16年，公元211年，刘璋就派遣扶风人孟达作为法正的副手，两人各自率领2000名士兵前去迎接刘备入益州。而刘备当时做了一个关键的决定，他没有让孟达返回益州，而是命令他留下驻扎在江陵。孟达所带来的2000士兵，可能还包括法正所带来的部分兵力，一并交由他统领。孟达因此脱离刘璋系统，转而成为刘备的部下。同时在荆州，孟达受到关羽的节制。到了214年，刘备平定益州后，对各将领论功行赏，而孟达被任命为宜都太守，这是他第一次获得行政职务，标志着他从一个客将变成了地方大员，独立性和重要性大大增强。而宜都郡位于荆州西部，是刘备从南郡重新划分出来的一片行政区域，也是荆州与益州之间的关键通道。这片区域最开始是由张飞担任宜都太守，后来212年张飞入蜀后，该行政区划很可能短暂撤销，而此时又再次任命孟达为此地太守，足见刘备对他是十分重视的，也相当于在荆益之间布置了一颗棋子，为之后配合拿下整个汉中地区打下了基础。次年西元215年，由于刘备已经拿下了益州，孙权便派使者去告知刘备，想要收回荆州的控制权，但遭到了刘备断然拒绝。刘甚至玩起了文字游戏，声称拿下凉州后再考虑归还荆州。随后东吴派去准备接收荆南各郡的官吏也受到关羽的暴力驱逐，于是孙权大怒，派出吕蒙率2万兵马先发制人，攻取了长沙、零陵、贵阳3郡。同时孙权亲自进驻路口坐镇前线指挥，而刘备也迅速做出反制措施，自率5000兵马返回公安，并让关羽率军抵达益阳境内，与鲁肃、甘宁隔江对峙，双方剑拔弩张，随时可能爆发全面战争。然而就在这时，汉中被曹操攻破，张鲁本人逃入巴郡，汉中与益州接壤，是益州的北部门户。曹操得到汉中，意味着可以随时南下进攻成都。此时刘备必须回师防备曹操，不能再和孙权在荆
荆州纠缠。显然，在刘备的战略优先级里面，益州才是根本，荆州则是可以谈判、可以妥协的标的，随即便于孙权议和。双方对荆州重新划分。既然孙权已经占领了长沙和贵阳郡，刘备也就顺水推舟，将这2个郡割让给了东吴，正式承认孙权在这2郡的所有权，并且以湘水为界，将湘水以东包含襄关在内的零陵郡土地也让渡给孙权，而湘江以西的零陵主体部分由刘备继续占领。最终，湘水之盟呈现的结果是，孙权拥有荆州的江夏、汉昌、长沙、贵阳、零陵湘水以东的部分，而刘备保有南郡、宜都、武陵和湘水以西零陵郡的主体部分。相较于刘备借荆州后的土地面积有了较大的缩水，由此孙刘两方得以暂时和解，刘备也就能够腾出手来处理汉中的战事。公元217年，法正向刘备献计，曹操击败张鲁后，不趁势攻取巴蜀，而是留夏侯渊、张合守汉中，自己北还。很可能是曹操后方出现变故，这正是夺取汉中的好时机。一旦拿下汉中，只要发展农业、积蓄粮食，静观时局的变化，若能抓住良机，尚可推翻曹魏，重振汉室；次之，则可慢慢蚕食庸粮，拓展疆域。即便时机不济，也可固守要害，与敌人持久周旋。刘备表示很赞同，于是先派吴郎、马超、张飞、雷同等将领率军进入武都，企图先从侧翼牵制曹军，而刘备自己则带着黄忠、法正率主力进入汉中，在阳平关与夏侯渊、张合守军对峙。刘封作为刘备的嫡系，也跟随其进入汉中前线。但是武都方面，曹休识破张飞虚张声势，假意断其后路的意图，让曹洪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尚未完成集结的吴郎主力部队，几乎将其全部歼灭。这也宣告刘备试图在西线牵制曹军的行动彻底失败。张飞、马超被迫率领长部退入汉中，与刘备主力会合，集中兵力于阳平关前线。此后战事陷入僵局，甚至刘备一度处于劣势。时间来到建安24年西元219年春，刘备改变战术，从阳平关南渡沔水，进入定军山，依托地势扎营。这意味着刘备放弃正面强攻，转而从南面绕过阳平关布阵。而定军山是汉中盆地南缘的制高点，刘备占据此地，就可以居高临下，威胁阳平关的侧后方，让曹军统帅夏侯渊不得不离开坚固的阳平关防御工事，进入刘备的预设战场，把夏侯渊从城之中引出来野战。这也很可能是刘备战术调整的真正意图。而夏侯渊果然上当，率领军队前来争夺定军山这个地方。之后，刘备使用连环计，先利用夜色的掩护，火烧鹿角，制造混乱，再佯攻张合营寨，迫使夏侯渊分兵。最后，趁夏侯渊身边兵力单薄，亲赴前线修补鹿角之际，刘备果断下令黄忠居高临下突袭夏侯渊，一仗将其斩杀。而张合则被迫率领剩余部队退回阳平。由于作为曹军主帅的夏侯渊意外战死，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得全军上下笼罩在恐惧的气氛中，人人自危，濒临崩溃。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郭淮果断推举张合接下总指挥，于是张合就挂帅出面整顿军队，诸位将领都服从张合的领导，这才稳定住了军心。面对前线战况突然恶化，曹操终于按耐不住，亲自率领援军进入汉中，同时押运大量粮草囤积于北山，试图以兵力的优势压倒刘备。然而刘备占据定军山等高地，据险而守，稳固防线。与此同时，益州上下在杨洪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号召下全面动员，倾尽全力为前线提供后勤保障。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备逐渐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甚至开始主动挑衅曹军。他派出骁勇的养子刘封到曹军阵前挑战，这一行为令曹操当场破防，乃至对刘备破口大骂道：“你个世袭贩履之徒，竟敢一直派你的假儿子来挑战老子我！”但骂归骂，战场形势不会因此改变。曹军的伤亡日益增多，而后勤补给线过长，运输压力与日俱增。而且曹魏统治的腹地民怨四起，地方叛军蠢蠢欲动。曹操意识到战局已无法逆转，不能再继续消耗下去。于是，在建安24年5月，他下令前线各部放弃汉中，收缩战线，撤回后方。至此，刘备终于拿下了汉中这个益州北部的咽喉屏障。有了汉中作为战略支点，刘备开始着手兼并东3郡。这3个郡是由曹操在215年取得汉中后，对当地重新行政划分而来，由西到东依次西至西城郡、上庸郡和房陵郡，并且分别任命太守进行行政管理。而刘备汉中之战胜利后，先前被任命为宜都太守的孟达作用开始体现。孟达率部从宜都的秭归就近北上，很快便攻取了房陵，并杀了曹操任命的太守蒯齐。然后刘备派项朗临时接管房陵，
紧接着，孟达准备继续北进，进攻上庸，但上庸地区长年以来一直由当地的豪强申丹家族割据经营，他们先后依附张鲁、曹操，具有一定的实力。刘备一方面担心孟达兵力不够，更重要的是担心他独自攻下上庸后是否会一家独大，难以控制，对其忠诚度还是心存疑虑。于是派养子刘封率军顺水南下，名义上是去增援孟达，实则是去统领其部队，成为孟达的上级领导。这是刘封军事生涯中第一次被赋予独立统领一支方面军的权利，足见此刻刘封在刘备心中的分量不仅仅是父子关系，也是最信任的嫡系将领之一，就如同曹彰之于曹操。紧接着，在刘孟的军事压力下，上庸太守申丹率领部众投降，并把妻子、儿女以及宗族成员送到成都作为人质，以向刘备表达归顺之心，接受其领导。这也宣告了东山郡被刘备成功拿下。然后，刘备为了安抚申丹，加封其为征北将军，并且保留他原有的封爵和上庸太守职位。刘备通过此举意在对外传达没有动申丹的根本利益，他要的只是申丹表态效忠以及东山郡地区的服从，同时还任命了申丹的弟弟申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让他在当地继续实行管理。此外，对于刘封，刘备晋升他为副军将军，从214年被任命为中郎将到如今的将军，这是一个质的提升，是刘备对刘封在上庸之战中表现的极大认可。这个结果成为刘封军事生涯的顶点。而对于孟达，实际上是他率先攻下樊陵，叩开东山郡的大门，功劳同样不小。但刘备没有让他继续独立作战，而是派刘封来统领他的军队，节制他的权力。面对这种情况，孟达心里不可能没有怨气，这为后来两人之间的纷争以及孟达叛变投魏埋下了伏笔。但随着上庸三郡的收复，刘备集团的军事版图达到了顶点，几乎实现了快有精益连成一片的战略布局。此时的刘备拥有了荆州的南郡、宜都、武陵、零陵，以及包括汉中和东山郡在内的整个益州，声势浩大，已经成为一方霸主。同年秋7月，刘备自称汉中王，安排魏延为都汉中镇远将军以及汉中太守，镇守益州的北大门，同时晋升关羽为前将军，继续掌握荆州大本营的军政大权。而东山郡的军事则由副军将军刘封统领。此时的刘备已经达到了与曹操分庭抗礼的程度。紧接着同年7、8月，关羽主动挑起襄樊之战，率领大批舟船北伐。恰逢当时8月大雨连绵不绝，一连下了10几天，导致汉水水位异常暴涨，随即冲垮河堤，向两岸蔓延。于禁传记载，汉水溢，平地水数丈，可见当时的洪水之大，以至于两岸的平地上积水深达数丈，约合今天的10米左右。在这样的灾难性洪水面前，事先布置在樊城以北的于禁、庞德野战军瞬间被吞噬，所有的野战工事尽数被摧毁。然而这场天灾反而让关羽的水军战斗力倍增，洪水扩大了关羽船队的行动范围，让关羽可以轻松收割战事。不久，在关羽的猛攻之下，于禁投降，庞德战死，并且俘获魏军3万人，将他们全部押送至江陵。同时，前线的曹魏地方官员集体倒戈，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全都投降了关羽，甚至洛阳周边的地方反叛势力也接受了关羽的印信和官号，成为他的支党。这场歼灭性的胜利让关羽的影响力扩散到了曹魏核心地带，威震华夏，兵锋直逼洛阳、许都。为了避开关羽的锋芒，曹操认真考虑把汉献帝和朝廷从许都迁走，幸亏司马懿和蒋济在旁劝阻，才打消了曹老板的这个念头。这也说明了关羽的身世已经到了让曹操内心动摇的程度，迁都是国之大事，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会考虑的选项。紧接着，关羽开始了樊城围困战，但守城将领曹仁意志非常坚定，在全城几乎都泡在水里，城墙不断垮塌，粮食几乎耗尽的绝境之下，他带着几千人殊死抵抗。而曹操也从后方不断向前线集结增援部队，如徐晃、朱盖等部。而在关羽的后方，东吴也蠢蠢欲动。孙权先是派当时还籍籍无名的陆逊接替吕蒙作为路口方面军的总指挥，此举降低了关羽对东吴的戒备，使其产生误判，不断将南军的守军调往前线作战。然后孙权写信给曹操，承诺会从背后偷袭荆州，以解曹公的燃眉之急。为了动摇关羽的军心，曹操命令前线将孙权书信射入关羽军营。关羽见信后开始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心态发生了变化。而樊城迟迟无法拿下，形势变得对关羽军越来越不利，后勤补给和兵力不足的问题慢慢显现。其实自从围困襄樊以来，关羽便不断向刘封和孟达发出求援信，要求他们立刻出兵援助自己。从连呼2字也间接说明关羽的处境越来越危急，他已经逐渐意识到仅靠自己已无法攻克樊城，必须依靠外部的支援才能扭转局面。但是刘孟2人以3
商俊刚刚投降，局势不稳，不能轻易动兵为由，拒绝执行关羽的命令。于是攻取城池的窗口期逐渐流失，樊城的洪水慢慢退去，徐晃也完成了所有部队的集结，随即对已经是强弩之末的关羽发起了总攻。曹仁也从城内杀出，两人配合默契，一举击溃关羽。这一仗，关羽军的兵力折损严重，落入水中淹死的士卒不计其数，剩余的残部只能退回船上，继续封锁汉水河道，樊城之围就此解除。由于得不到外界支援，粮食日益短缺，关羽方面竟不顾外交后果，擅自夺取了东吴存在相关的粮草物资，这也给了孙权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此时的关羽已经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这正是动手的最佳时机。于是派出吕蒙率领部队，装扮成山谷船队，沿长江逆流而上，并且将沿途的荆州哨兵全部绑缚，让信息无法传递给荆州守军和前方战场。面对吴军的突然出现，早已对关羽心生不满的公安守将士人和南郡太守糜芳都选择了不战而降，献出城池。而人在前线作战的关羽全然不知此刻的荆州大本营已然失守，直到吴军从后方袭取了荆州军的后勤物资，关羽这才意识到荆州大事不妙，于是仓促向南撤军，试图挽回局面。但为时已晚，南郡、宜都都已被孙权全面控制。随后12月，关羽父子在临莒县境内准备向益州方向突围时，被东吴部将马忠擒获，当即便被处死。试想，如果刘封能够在关羽围困樊城之初就出兵支援，很可能樊城支撑不了多久就能被攻破，关羽也就可以从容回防荆州，防止东吴从背后偷袭，荆州领土很可能就不会丢失。可以说，正是刘封的无动于衷，间接导致了关羽兵败身亡。荆州的丧失让诸葛亮当初的战略构想化成了泡影。刘备曾对刘封寄予厚望，但在最关键的时刻，刘封却选择了自保，这让刘备对他感到彻底失望和痛恨。在关羽败亡，刘备态度转冷的情况下，刘封非但没有低调行事，去想办法将功补过，还激化了与孟达之间的矛盾。为了达到公开羞辱对方的效果，刘封竟强行没收了他的鼓吹仪仗乐队。孟达考虑到双方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加上担心被追究关羽之败的责任，他便带着自己的部队以及大批家眷毅然决然地投降魏国。临行前，他还向刘备写了一篇辞别表文，内容上言辞谦卑，表达了自己投魏实属无奈，并对荆州腐败做了自我辩解。孟达的叛变，无论对东山郡还是刘备都是沉重的打击，这不仅是带走了数量可观的人口和士卒，更是对蜀汉上下整体士气的打击。孟达投魏是在黄初元年秋7月，当时曹丕已接替去世的父亲曹操成为魏王。史书《魏略》记载，曹丕对孟达十分欣赏，在孟达还没前来觐见时，曹丕就写信安抚他，强调孟达你不是叛徒，而是如同伊尹、百里奚、乐毅这些历史上弃暗投明、顺应天命的智者相同，你将和他们一样名留青史。曹丕还明确告诉孟达，魏国没有人质制度，你来归顺不必送家人来质押，先安顿好你的部队，处理好私事，然后再慢慢骑马来见我。这与刘备要求申当遣妻子及中部指成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孟达前来觐见后，曹丕执其手，抚其背，开玩笑说道：“卿的无为，刘备刺客也。”随后让他与自己同车而行。这已经不是君臣之间的常规行为举止，更像是老朋友之间的亲昵寒暄和玩笑。而同车是极高的君臣礼遇，也是之前刘备从未给过的待遇。曹丕任命孟达为赏岐长史，也就是天子的近臣，并且合并西城、上庸、房陵三郡为新城郡，让孟达担任新城太守，镇守当地，等于是提前给了孟达一张支票，把西南防务的责任全权交给他。对比对待孟达的态度，刘备是用制衡代替信任，刘封则是用羞辱代替平等，曹丕则用一封信、一次面见、一个任命，把孟达从刘备的降将变成了自己的心腹。当曹丕握着孟达的手嘘寒问暖时，刘封还在上庸，不知自己的死亡即将到来，两人的智慧差距在此尽显。此后，孟达向魏国提供了东山郡的详实情报。公元220年农历10月，曹丕代汉称帝，历史正式进入曹魏时期。不久，魏国便对东山郡采取了军事行动，由夏侯尚率领徐晃与孟达一同进攻刘封。开战前，孟达向刘封写了一封劝降信，在信中，孟达用冷静到近乎冷酷的逻辑，一层层拨开了刘封的处境。他提到，自从刘尚被立为太子以来，刘封你作为义子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刘尚的严重威胁，刘备是不可能放过你的。并且精准推测，此时刘备心中已经有了定论，疑心已经形成。刘封你现在身处上庸，还能喘一口气，一旦失去地盘逃回成都，那个时候就是你的死期。而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降魏国。你来了以后，大魏就会恢复你的罗侯爵位，回归本性，并赏赐你310亿，更有机会剖腹封侯，成为开国之君。现在时不我待，请刘封你快做决定，不要像糊涂那样于中等死。这封信把刘封的处境剖析得淋漓尽致，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精准的刺
刺向刘芬最脆弱的地方。可惜刘芬读懂了，却选择了不接受。就这样，刘芬失去了最后一次争取活命的机会。死神正在悄然向他走来，面对魏军压境，西城太守申仪果断判属投魏，而身处上庸的刘芬瞬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很快便兵败逃回成都。于是上庸太守申当顺理成章地投降魏国。至此，东山郡纳入了曹魏的版图。事后，申当被任命为淮吉将军，并被迁到南阳居住。这是当时典型的迁徙安置，目的是让他离开自己的地盘，防止再次叛变。表面上是淮吉将军，实际上是明升暗降，失去了实权。而弟弟申仪作为原西城太守，反而得到了留任。魏国将西城改名为魏兴，继续任命他为魏兴太守，镇守巡口。刘封回到成都后，刘备责备他欺凌孟达，导致了孟达的叛变，而先前不救援关羽，致其兵败身亡。这两罪并罚，刘封已无回转空间。而诸葛亮担心刘封的性格过于刚猛，将来刘备去世以后，恐怕难以控制驾驭，于是劝刘备趁这个机会将他除掉。随即刘备赐刘封死，命令他自杀。赐死是君主对臣子的一种体面的处死方式，不用受刑，不用当众斩首，而是自我了断。这也说明了刘备对刘封还保留了最后一点父子之情，因此给予他一个体面的死法。临死前，刘封充满悔恨地感叹道：恨不用孟子度之言。面对刘封即将赴死，刘备的内心也深有触动，不禁为他流下了眼泪。也许是对养子的痛惜，毕竟培养了这么多年，又或许是对自己决定的不忍。从此以后，蜀汉的继承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刘禅。而孟达正在魏国的新城郡开启他生涯的新篇章，虽然最终也以悲剧收场，但那又是另外一段历史。本期结束，感谢大家支持与观看。